我们都知道，在《如懿传》中，莲心是郎华在前底时就贴身伺候的侍女。在郎华奄奄一息的时候，莲心也失去了苟活于世的念头。然而，就在莲心自杀前，他对扎龙与如懿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其中的深意。在富察郎华死后，素练也跟着撞柱而亡，而扎龙与如懿都觉得此事甚是蹊跷，所以召来郎华的贴身侍女问话。此刻的扎龙问莲心，素练是否有殉主之意？一旁的莲心是这么回复的：素练一直牵挂家中病弱老母，希望来日可以出宫侍奉左右。在这儿，我们注意到莲心在回答前先是摇了摇头，这种下意识的举动足以说明他很确定素练是不会求死的，因为他一心想要出宫照顾家里的病弱老母。紧接着李煜猜测，素练牵挂家人，那怎会突然殉主？莫非是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畏罪自裁？很明显，李煜这是在说郎华为了不让素练日后捅出自己做过的恶事而杀人灭口，但是李煜不曾想过这么说会驳了扎龙的面子。我们现在回到郎华临死前的时候，此时的郎华正卧病在床，一旁的扎龙说出了困惑自己多年的疑问：过些日子就是哲敏皇贵妃的生辰了，当年她难产而死，朕想知道她的死是人为还是天意？显而易见，扎龙怀疑是郎华害死了哲敏皇贵妃，但是皇后拿整个富察家族的荣誉起誓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都知道，郎华一生最在意的就是自己家族的声望，所以这也让扎龙意识到了皇贵妃的死可能另有隐情，这也是扎龙后来会找来莲心问话的原因之一。虽然郎华也许没有害过哲敏皇贵妃，但是这却不能否认掉他曾经做过的一些坏事儿。紧接着，扎龙把郎华做过的坏事儿一一陈述了个遍，然后扎龙继续对郎华说：这些年你的所作所为，朕都略知一二。作为一个皇后，你算是得体，但若朕戳穿你，你就会成为朕的江山岁月里的一个污点，也会让皇室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便是扎龙对郎华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说白了，扎龙最在意的还是自己的脸面。现在我们回到扎龙盘问莲心的现场，在李煜说完素练是畏罪自杀后，莲心立马反驳道：李公公，素练是皇后娘娘的奴婢，她若有罪，那皇后娘娘成什么了？在这儿，我们注意到扎龙瞪了一眼李煜，想必此时他心里对李煜翻了一个巨大的白眼。所以说，莲心此番话有两层意思。表面上，他是通过说郎华不屑于做坏事来间接的帮扎龙撑一撑面子，实际上他是在含沙射影的指责皇后作恶多端。因为在皇宫中，主子与奴才的荣辱是一体的，所以莲心就是在暗指素练做过的坏事都是皇后授予的。紧接着，如懿问道：莲心，皇后娘娘和素练都做了什么？你总该略知一二吧？既然大家在素练仪式上问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如懿就改变了询问策略，想要从其他方面找到突破口。然后莲心是这么回答的：奴婢自回到皇后娘娘身边伺候，许多事奴婢因未能近身，所以茫然不知。奴婢侍奉皇后娘娘多年，也算知道她心性。皇后娘娘虽然爱子情切，将端惠太子之薨迁怒于您，也忌惮您曾是嫡府近人选，但奴婢觉得许多事她犯不上去做。莲心的这句话表面上是在给郎华洗白，实际上却是在告诉如懿，皇后早就看你不爽。因此皇后对如懿的评价都是非常具有主观意识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而且这句话也暗示了扎龙皇后有意为自己的儿子争储，这不就是在扎龙的雷点上蹦他吗？可见莲心这番话加深了扎龙与皇后的厌恶。紧接着莲心继续说道：皇后娘娘会因私心而行事不当，但许多事她无畏去做，更怕做了会牵连她最重视的富察氏荣耀，还有她日夜期盼的太子之位。很明显，莲心这是想要拖整个富察氏下水，因为莲心被皇后强行指婚给王清时，她对皇后的不满就悄然而生。另外，莲心的家人一直由富察夫人照看着。一旁的扎龙则对如懿说：如懿，皇后的丧仪，往后你还要多操劳，夜深了，早点回去歇息吧。很明显，这是扎龙想要故意支开如懿，这也体现出了扎龙对如懿也没有完全信任。等到如懿离开后，扎龙问莲心：你的意思是，有些事情有可能苏练知情，而大行皇后未必知情。苏练是大行皇后的心腹，她的所作所为，难道不都是受大行皇后指使吗？
我们都知道，皇后与素练是荣辱共生的，所以无论素练做了什么，皇后都脱不了干系。而且皇后的一些罪名本就已经坐实了，再继续纠结皇后与素练的罪过也没什么意思。那当然是报复更多伤害过自己的人来得痛快。然后莲心继续说道：大行皇后出身闺秀，哪里懂得什么食物性温性寒，便是什么蛇眉饮蛇之事，也是丝毫不懂。这是莲心在暗示扎龙，干过坏事的人远不止皇后一个，但是他又不好明着对扎龙说，所以他想扎龙自己来问他。果不其然，扎龙就问莲心：你的意思是，除了素练和大行皇后，还有人牵涉其中，背后指点？大行皇后平日除了与惠贤皇贵妃来往较为密切之外，还有谁？虽然扎龙已经怀疑到了高希月身上，但是人已经死无对证，所以多说无益。于是乎，莲心是这么回答的：纯贵妃、嘉妃也常常来往，但嘉妃与惠贤皇贵妃面和心不和。嘉妃平日口无遮拦，是个直性子；纯贵妃心里只有孩子，其他也没什么。那奴婢也不知了。总不会是富察夫人指点吧？在这儿我们可以听到莲心把所有得势的妃子都数落了一个遍，却没有提及如意，因为郎画去世后最有可能成为继后的是如意与苏绿云。很明显，莲心有意为如意上位添一把火，因为当初莲心自杀是如意救了她，所以这是莲心在报答如意当年的救命之恩吧。另外，富察家一直把莲心的家人当作人质，因此莲心将扎龙的疑心往富察夫人身上引，也是想要救自己的家人，并报复富察一族。在扎龙了解完情况后，便对莲心说道：朕许你出宫，好好度日吧。莲心本可以出宫过上平凡的生活，但是后来他还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皇后而心生愧疚，最终跳水自杀。综上我们可知，莲心死前对扎龙的陈述中，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却隐藏了巨大的深意。这些话不仅成功让如意当上了继后，还引起了扎龙对富察家族的怀疑。